谈及历朝开国皇帝的创业之路，朱元璋的难度无疑是地狱级的。他出身很差，他做过和尚要过饭，25岁之前他甚至连一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够主导英雄云出的元末乱世，并迅速崛起，一统江南，建立政权。朱元璋的创业故事远比开局一个碗要精彩纷呈。臣朱元璋叩告天穹、日月山川，以及历代皇祖之灵性。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对元末局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看清元朝末期面临的社会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朱元璋所生活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首先，元朝末期有严重的水患问题。我们将时间拨回到1128年，时任南宋东京留守杜充因不敢与金军开战，下令挖开黄河，致使黄河改道夺淮入海。此次改道之后，黄河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泛滥。到了元代，受制于国力，河患问题始终未被重视。公元1344年正月，黄河决口，导致吉县、魏县及章丘河段全线崩溃。同年5月，又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水位超限，漫出河道，导致黄河沿岸多地被淹。此时黄河的水患已经严重威胁元朝的漕运以及盐政，河患治理迫在眉睫。可直到1351年黄河再次决口，中央才被迫任命贾鲁全面负责河道治理。贾鲁提出了疏塞并举的方法，试图恢复黄河故道。可从结果看，虽然最后工程完工，但效果实在一般。一是元朝政府上下贪腐成风，实际能够投入行动中的人力及财力支出不能保证；二是贾鲁所制定的思路也完全脱离实际。黄河含沙量大，多年改道，地势高低已经发生变化，贾鲁的方法就算成功，也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永绝后患。所以就在工程竣工的2年后，黄河再次决口，直到元朝彻底灭亡，水患也没有解决。频发的水患严重影响元朝百姓的生活，同时也给元朝本就满目疮痍的财政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1348年，由于水患导致盐运受阻，浙东盐商方国珍率兵造反，集结数千人在沿海劫掠。方国珍的起义可以看成是明末农民起义的起点，而为了镇压起义、整理河道、恢复财政，1349年闰7月，脱脱被重新启用为中书左丞相，次年转任右丞相。脱脱作为元代末期杰出的政治家，主修宋史，历史评价极高，但其复出之后推行的改革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元朝的灭亡。首先，元朝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自上而下采用严格的等级制度，1等蒙古人，2等色目人，3等北方汉人，4等南人。这种制度虽未被明文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1、2等人是可以随意打骂3、4等人的。而表面的民族矛盾实际上是严重的阶级矛盾，上层贵族与大地主毫无节制地压榨底层人民。但脱脱赴任之后并没有进行制度改革，而是着手于振兴经济，其核心思想为发行新的货币，以新抵旧。明面上是增加中央收入，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却抵挡不过由于超发货币带来严重的通胀问题。此种模式下的经济改革只会使得占据了庞大社会资源的富人继续掠夺底层百姓的资产。在元朝这种将人分等的社会模式下，只能加剧底层民众的不满。所以在民间有一首民歌广为流传，名字叫做《醉太平》。堂堂大元，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超祸根源，惹红金万千，官法滥，刑法重，离民怨，人吃人，超买超，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哀哉可怜。但超发货币确实已是元朝在国库空虚下的无可奈何，可在灾难频发的历史时期，只会破坏原本就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将矛盾尖锐化，使得原本松散的百姓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去反抗政府。脱脱可能是一个好的理论家，但却不是实干家，所以我更希望用感性一点的话来总结。此时大元蒙古帝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气数已尽。1351年5月，就在中央刚刚下达治理河道、征15万劳工的同时，白莲教众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此时白莲教以天下乱、
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为号令，在各地引起了广泛响应。同时更有民谣传出，莫道10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借此机会，韩刘等人在河道埋下一个独眼石人，备刻10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民心更加动荡。5月初1，韩山童自称为宋徽宗8世玄孙，并与刘福通在颍州颍上县会合教众3000余人，起兵反袁。但因为部队多由底层百姓组成，没有什么战斗力，立即被当地政府镇压。韩山童被杀，刘福通侥幸突出重围。此后刘福通汲取教训，重新集结教众，很快攻克颍州，得以站稳脚跟。因起义军以红巾为号，所以被称为红巾军。同年8月，白莲教众徐寿辉与吴普胜、彭英玉等人在齐州起兵，迅速建立政权。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就此爆发，主要以安徽刘福通、湖北徐寿辉为主，也有其余势力，比如占据徐州的芝麻礼部，占据南阳的王权部等。讲到这里，元末的天下大势已经足够清晰，底层百姓在常年的压迫中起兵反对政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主人公也终于要出场了。朱重八，亳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家族里排行老八，故名朱重八。他们家是佃户，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靠租借地主的地维持生活。而在他17岁那年，饥荒席卷了当地，父母去世，家族中只剩下他的二哥与大嫂，还有他的侄子。而且由于他们是佃户，朱重八没有土地安葬已故的双亲。明史记载，鬓无光果，背体恶长，俯眼3尺，电河小江。好在最后邻居刘继祖借给了他们一块坟地，安葬了父母。朱重八与哥哥嫂子各奔东西，自谋生路。可在这堂堂的大元朝，哪里又是他的家呢？走投无路的朱重八来到了黄觉寺。此时他仅有17岁，血气方刚的年龄，却选择剃度为僧。他并没有看破红尘，活下去是他唯一的想法。朱重八就这样成为了黄觉寺的行仆。他的工作就是每日打杂，干最脏最累的活，但是能在饥荒年代有口饭吃，这对于他来说就足够了。可黄觉寺的日子也不好过，仅仅过了50多天，由于饥荒严重，寺庙的香火也没法维持，和尚们一样没饭吃。寺中住持只能让这些和尚外出化缘，换句话说就是要饭。就这样，朱重八开始了他的乞丐人生。在要饭的道路上，他从亳州到合肥，走遍了淮西明郡，而后进入河南。这段乞讨生涯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人生。他的父母死了，他的家没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而为了生存，他受尽冷眼，因为每一次乞讨，每一次敲开陌生人的家门，都是对他仅存尊严的践踏。可朱重八并没有放弃，他走在名山大川里，中山阳谷房完家，地势台前游波花，游戏但闻狮子吼，比丘深衣锦袈裟。陪伴他的只有一个陶钵，一身袈裟。他见到了万亩良田淹于滔滔洪水，也见到了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那些上位者们依然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朱重八还活着，困难并没有将他击倒，反而将他打磨成了一个坚韧无比的战士。3年时光过去，年景稍微变好，朱重八又回到了黄觉寺，又开始在寺庙里打杂。此时他不再只是为了生存，闲暇时间便翻看寺中的书籍，用知识武装自己。时间又过了3年，来到公元1352年，此时各路红巾军纷纷起义，战火也迅速烧至黄觉寺所在的凤阳。打了败仗的元军开始在朱重八的老家屠戮百姓，用百姓人头冒充起义军首级。而对于朱重八来说，眼下战事纷起，到处都是逃荒的人，他也受够了苟且偷生的日子。他只剩下2条路，要么参加元军，要么参加起义军。可他拿不定主意，他不知道这些以农民为首的义军能不能够掀翻朝廷。就在他辗转反侧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是他童年好友汤和写给他的。信中写道，汤和已经参加了郭子兴的队伍，他邀请朱重八也来参加起义军。朱重八没有做选择，他将信烧掉了。因为作为一个经过重重困难才能勉强保住性命的人，朱重八不敢轻易做选择。他不知道这条路是荣华富贵还是万丈深渊。